越南人生活也是越来越好了，都出国旅游了。前2集游览完下龙湾后，阿树返回越南首都河内，并准备第一次搭越南通宵火车前往越南和中国的边境地带。这些非游客区的边境小城，没有熙熙攘攘的欧美游客，反而吸引了我探索的兴趣。一条江隔出2个国家，江的南侧是越南老街省的老街市，江的北侧是中国云南的河口瑶族自治县，两岸风格迥洋，相映成趣。欢迎收看《阿树闯越南》第18集。在河内的第4天啊，现在要前往下一站，这个中越边境的城市老街省。车来了。From China. Yes. Xin chào Việt Nam. Cảm ơn. 现在打车去越南的河内的火车站，现在我要前往下一站了，就是往北走，因为往北的话是山区嘛，是越南的这个高山少数民族聚居的一个地方啊，所以我想去山里面的乡村看一下越南农村的样子，所以我现在要人生第一次坐越南的火车啊，坐一个通宵的火车。之前打 Grab 都是只叫摩托车，这第一次叫汽车，大概2公里的距离，好像要15到18块钱。我想请问你，工作1天能挣多少越南盾？大约160万越南盾，那就是接近500块钱，一个月平均3000到3500万越南盾，也就是接近1万人民币的收入啊，这个收入不少啊。拜拜啊！打车大约2公里左右吧，6万5越南盾，大概是20块钱啊。就来到了越南的火车站啊 ，Hanoi Station。第一次来到越南的火车站，感受一下越南坐火车是什么体验。Ticket Office。看越南的火车站售票厅。上面还有风扇。我是挺喜欢坐火车旅行的，因为火车站感觉很安心啊。我是坐 SP3 的，在8号通道。显示屏上写着这个出发时间。这是2楼的候车厅。坐满了准备乘车的乘客。如果坐晚上10点的去老街省的话呢，如果是一些欧美游客，大概就是从老街省转车去沙巴。沙巴是越南的一个被称为越南小瑞士的一个地方。我是10点钟的，环顾一周，看一下河内火车站2楼候车厅的一个样子。它这里有好几个进站口啊。这火车站很国际化，外国游客很多。这里能看到各个国家人的身影。越南的年轻人准备出游。2B Gate。这列车都有一个护棚啊，遮风挡雨的。我就走进来了，也没有检票人员啊，可能他是要进车厢的时候才检的。下雨没拍到河内火车站的正面啊，咱们图片上看一下。这里有显示牌，显示不同班次的。SP3 发车时间晚上10点钟，第2天凌晨6点钟左右到达。我感觉我拍一个火车站都拍得津津有味啊，因为感觉就是有新鲜感。这是出国旅行的一个好玩的地方。
我晚餐吃的太早了，5点钟就吃晚餐了，现在有点饿。现在9点半，这就是 SP3了。难道越南的火车都是没有那种硬座的吗？好像都是这种。这个它是木质的地板，格局像中国的这个软卧的一个车厢。我在7号，看一下，它是一个小包间，它有4张床啊，不像中国那么夸张，搞出3个出来，所以它上铺也没那么难受。你看，这上铺还是挺宽的。有空调的，这里还有喇叭播报的语音的喇叭。上面有一些晾衣架，木质的一个墙面，看上去挺古色古香的。一个车厢大概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个小包厢啊。那7、4、28，有28个床位。它有这种卖小零食的小推车，不怕饿着了今晚上。这个洗手台，卫生间。上铺离这个空调口好近啊，有点冷哎。它这个小毯子又比较薄。而且呢，它检票也没那么多步骤啊，就是进火车站是不需要检票的，只有进这个车厢的时候呢，有个把关的工作人员看一下你的电子票的凭证以后就让你进来。这个噪音好大，一个有床位的一个铺位，坐大概7个小时啊，居然才120多块钱。这里就经过火车街了，两边是咖啡店，看看有没有。这个火车车厢好晃呀，左晃右晃。5:44，大概还有很快就到老街省了。列车员给每个车厢敲门，老盖老盖，老街到了。但是从城市那种钢筋混凝土一下进入了一片绿色的世界啊。来到了越南的边城老街省的老街市，这个火车特别晃。越南老街省位于越南的西北部，它是越南最北的边境省份之一，与中国的云南省接壤，面积约6000多平方公里，以山地为主，海拔起伏较大，最高峰是潘斯班峰。咱们在后面的旅途中也会去攀登这一座山峰啊，它也是整个印度支那半岛最高峰。老街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，主要民族有金族、苗族、瑶族、农族、土族等。这里应该昨晚也下了大雨啊，你看这个水流的特别急。这些洼地里的小房屋，我真担心它在雨下大一点，直接把它淹了。老街 ，Welcome to 老街。5点多天亮了。之前我们
游览的这个广宁省芒街市啊，相当于今天的老街省、老街市，都是边境城市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哇，下了车站，扑面而来的，一个充满历史感的画面，像是中国一些老车站啊，好像一些老电影出现的场景，挺有电影感的。这颜色啊，这些感觉在，这上面。这些列车员都很热心啊，都帮乘客去拖住行李啊，并且坐这辆列车的不少是一些洋人、白人。他们是从老街，转车去沙巴，越南的一个旅游胜地。Welcome to 老街 Station。还有一些图片啊，一些老影像。车站门口好多司机啊！我感觉出来的一波一波的是洋人。我现在要是去口岸，然后呢，先从云南境内的河口县开始玩起，玩完河口县再回老街省，再去沙巴。从这走到海关应该有3-4公里。基本来老街的洋人啊，都是去沙巴的。现在才早上的6点10分，口岸开门了吗 ？OK， 3万越南盾，从这里坐车到口岸9块钱。来到这个换钱的女士说还有1个小时要开门。这里换钱的汇率是最高的，我经历过的，它1元能换3700的越南盾，这个是从来没见过那么高的。越南面包。Ở đây này, bàn trong cái bàn 8, bàn 9, bàn 10 kìa. 这里好像是个水果批发市场，就在口岸附近。早上6点半开始忙起来了。还有龙眼，现在桂圆、龙眼上市了，还有荔枝也上市了。下了大雨，河水都变得黄了。
对面还是老街省。这些背包客也开始出动了，他们就是拿着大的行李箱到中国去，进货，然后又运到越南这边来。越南的商家给他们一些佣金，一些辛苦费。现在他们往口岸方向走了。龙眼、芒果、三华李、小李子。你好，这个是多少钱呢 ？How much？ 打听了一下，这些芒果9万越南盾一亿。包牛顶。平时我们在越南街头看到那些推着自行车兜售水果啊，一些的小贩啊，就来这个地方进货的。他们通常说的价格是指1公斤啊，不是1市斤。3万越南盾9块钱。挺有特点啊！这糯米饭是用这个，用这个棉被来盖住保温毯子，3块钱，1万越南盾一份。撒的是一些花生碎。OK， 这一份糯米饭的分量挺多的，感觉接近1斤了。这个花生碎特别香，而且里面不只有花生碎啊，还有这一个好像是绿豆蓉啊。这就是最实惠的早餐了。卖红枣的。感觉好畅销呀，都是几袋几袋的买。5万越南盾15块钱。现在7点多了，我看到一车一车的游客在这里下车啊，一问是越南人，说来中国旅游，准备过境中国。越南人生活也是越来越好了，都出国旅游了。像也有一车一车的欧美游客，他们就是在这里住酒店，酒店呢有专线车接送去沙巴的。这些越南旅游团，去昆明，去丽江，去大理。exit 出境。我跟这里一名年轻女孩交谈了一下，他们是一个越南旅行团啊，在中国开展4天的旅行啊，去昆明2天，大理2天，挺多年轻的小女生的。我准备要吃一个跨国糯米饭。越南的经济是越来越好了，越南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。我身后是浩浩荡荡准备去中国旅游的。从越南出境真的超快的，就是排队1分钟，然后这个边检人员看了一下我护照跟签证啊，就盖了个章，然后就出来了，不到2分钟的时间啊，准备从中国入境中国云南河口县，在这里拍照。很多年轻的女孩，好像来中国旅游的大部分是女孩居多，男孩比较少。前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口口岸，中国河口。这是我前不久从中国凭祥市凭祥口岸入境的时候盖的章啊，都要在这里排队拍照啊，哈哈，挺好。我在河口待1天吧，然后我就要回越南了。之所以回中国啊，这么快就要回中国，是因为相机镜头的原因啊。然后我要把一个镜头寄回厂家那边进行处理。中越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，
荣辱与共的好朋友，志同道合的好同志，合作共赢的好伙伴。上面的牌子写着。又一次路过一条中越界河啊，上一次是芒街市跟东兴市的北仑河。像越南老街的一些边民啊，他们出入境就像是家常便饭一样啊，但是一些可能没有来过中国的游客就显得比较兴奋。像我的右手边是越南的老街省啊，左手边是中国云南的河口县，看一下两边的景色。对面是一条铁路桥，这里还分这个行李箱专用通道的。我现在走的就是中国河口，又回国了。入境大厅。中国这边的这个口岸的大楼就显得，这就回国了。回国的过程非常丝滑呀，就是入境中国的话，基本2分钟不到。看到熟悉的中文啊，很亲切啊。这个商铺的牌匾都是中文了。把这个镜头寄回厂家那边，看一眼这个河口口岸的建筑。颇有这个人民大会堂的影子。口岸大门连接的一条街道，商铺都是中越两种语言。有大量的越南人在这个中国云南河口县工作，因为他们持有边民证的话，在这边工作很方便，就像广西的这个东兴市一样啊。所以呢，有很多国内的男青年啊，就是旅居在河口县，就为了找越南老婆的。2辆车都是女司机。这是阿联米线、越南饭、春卷、嘎啦肉、越南蘸水鸡、凉拌柠檬鸡肉。这些摊主都是越南语、中文都会的。先把这个跨国糯米团吃了，从越南一路带到中国。3块钱那么大一个糯米饭，而这个是已经浸入到糯米里面的花生碎。哇，好吃！那个花生芝麻碎带咸味的，太实在了。这么一个糯米团才3块钱。像上一个视频有观众留言说，为什么你都吃路边摊呀，都吃街头小吃呀？因为这个街头小吃它是最平民的，最能了解当地老百姓的这个饮食文化的。这糯米团镶嵌着一些这个大豆蓉，还有这个像糍粑的一样的东西，还可以啊。在国内就看到共享单车了哈，这位小帅哥买了一个大大的菠萝蜜，100块钱，准备带去昆明。刚跟那个小哥聊了一会儿，他开口就问我，你是来这边找老婆的吗？就是可能他接触了很多来越南或者是边境找老婆的中国男青年啊，所以他就脱口而出，你是来找老婆的吗？中国还是非常方便的，生活的来说啊，各方面啊，快递啊，出行啊，这些沥青路也挺宽敞的。对面有一条河，义乌特价小商品超市。我猜有的越南人提着2个大行李箱啊，就是来这种地方扫货，然后带回越南。越南特产店卖咖啡，这个感觉很广西啊，广西也是这种景象，到处绿油油的，那些树木也挺高大啊，到处可见的共享单车。越南出行就靠打摩的。看一下对岸的越南老街省，今天天气不错。坦白说，论这种房屋的
审美啊，还得是越南那边更好一些。我是说，这样怎么酒店时间显示9点11分了哈？比我这个时间快了1个小时啊！我这个手机还停留在越南时间呢。到了中国这边，路上车少了，特别是摩托车，而且这边摩托车清一色的都是电瓶车，燃油车基本没有。中国海关，现在我要去快递点把镜头寄走。河口海关口岸。像河口这边的酒店也都是中文、越南语都有。在越南我是一辆特斯拉都没见到的，到中国开始见特斯拉。到了顺丰快递点，这里还没开门，没人。OK， 搞定了，行李一块石头落下了。经营越南小卷粉啊，阿姨你好。用一根竹签把它分成2半，再卷起来，2块1条，是素的吗？有肉的。哦，这个是木耳。不是，这是香菇，这是葱花炒肉的。哦。水饺12元1份。帮我们宣传一下是吧？记录一下美食，各地美食。12元1份，1份有20个，有白菜猪肉馅的，有韭菜猪肉馅的。准备斥巨资啊，去订一间这个河景房啊，能看到对岸的越南的景色，从高空俯瞰，可以看到越南景象的一个房间啊。以上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觉得拍得不错，请不要忘了帮我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哦，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。下集影片我们将深入的探索中国这一侧的河口瑶族自治县，它有哪些街头美食，又有怎样的风土人情呢？感谢收看，我是阿树，我们下期见。